Hi everyone, I'm Charlie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查理胖胖，喜欢我记得订阅哦。芭提雅，很多人只看见了它的不夜城，却忽略了它灵魂深处的声音。今天我要带你们走过一段不可思议的反差之旅，从这座号称一生必看一次、不用一个钉子盖成的木造奇迹真理寺出发，感受40年的工匠精神，再跳转到意大利餐厅与日式料理的舌尖飨宴，最后我们将潜入 Walking Street 的霓虹狂想，在摩天轮下结束这场疯狂又迷人的一天。如果你也想看见不一样的芭提雅，这支影片请一定不要错过。这里不是一个静止的博物馆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的艺术现场。你们看这些工匠，他们专注的眼神就像是在跟眼前的柚木对话，运用不同的工具把粗糙的柚木块雕刻出精细的纹理。很多人来到芭提雅会被这里的阳光和沙滩吸引，但当你站在真理寺的阴影下，你会感觉时间突然慢了下来。这是一座完全由柚木、红木与花梨木搭建而成的宫殿。你抬起头，视线所及，没有一根金属钉子，它是用纯粹的榫卯结构。这种传统的榫卯工艺让建筑能够随着海风与温度的变化微幅呼吸。站在这座高达105公尺的建筑里，空气中总是飘散着潺潺的木头香气与海水的咸味。这里不是盖来让人膜拜的，它是创始人 Lek Virayapan 的一个宏愿，一个试图将人类对自然、对生命、对宗教的理解全部浓缩进这堆木头里的疯狂尝试。走进大厅，你会被眼前的景象完全淹没，墙壁、梁柱，甚至连天花板，没有一处是留白的。你看这里，这雕刻的是印度神话中的毗湿奴，那里刻着佛教的菩萨。这是一座不分宗派的殿堂，创办人相信，无论我们信仰什么，最终都要回到对于生命的尊重。每一尊雕像的表情都不一样，有的愤怒，有的慈悲，有的在沉思。工匠们用凿子一刀一刀挖出来的，不仅是神奇，更是人性的各种姿态。你看那些小细节，雕像手腕上的纹路，随风摆动的衣角，神兽那栩栩如生的眼神，这不是机械生产的冷酷制品，而是这40多年来成百上万位工匠用生命堆叠出来的结晶。真理寺最让我着迷的是那种未完成的哲学。当你走在廊道里，旁边可能还架着鹰架，或者看到工匠正在敲打着木头。很多人会说，这不是工程进度落后吗？但我认为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。这座寺庙其实是一部活着的历史，海风腐蚀着旧的木头，工匠又在旁边修补新的雕刻。新与旧，生与死，毁灭与创造，在这里同时发生。它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真理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。生命就像这座寺庙，永远有残缺，永远在修复，永远在成长。你在这里看到的每一寸木头，都记录着时间的流动。走到建筑的边缘，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暹罗湾，你可能会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些物质？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匆忙？真理寺的存在就像一个巨大的过滤网，当你身处其中，外界的喧嚣、芭提雅的霓虹灯、引擎声、商业的嘈杂，通通被隔绝在这些巨大的木柱之外。在这里，你被迫与自己面对面。当你看到那些雕刻者父母恩情、天人合一的题材，你会重新检视自己与家人、与世界的关系。它不是为了让你迷信，而是为了让你觉醒。如果说这是一场献给天空与海洋的木造诗篇，那每个走进来的人都是这首诗的读者。离开这里的时候，请记得回头看一眼，
这座矗立在悬崖边的宫殿，就像是一艘永远不会沉没的木船，承载着人类对美好世界的渴望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在海边逛了一上午，你会发现这里的氛围特别疗愈，不是那种拘谨的高级餐厅，而是充满意式悠闲的那种舒服。点上一盘牛肉意大利面，当那盘香气扑鼻的意大利面端上桌时，你会感觉到另一种真理，那就是美食带给人的即时满足。你看这牛肉炖得软烂入味，肉质完全锁在纤维里，每一口面条吸饱了酱汁，浓郁又不腻口。坐在这里，听着轻柔的背景音乐，吹着跟刚刚在海边不一样的空调凉风，刚才在太阳下走动的疲惫，瞬间就被这一口意大利面给治愈了。当夜幕降临，芭提雅的活力从商场里爆发出来。晚上，我来到了 Central Pattaya 的圣博店。或许你会问，为什么来泰国要吃日式炸猪排？对我来说，这是一种稳定的幸福感。当这份日式炸猪排套餐上桌时，那金黄酥脆的面衣，光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。圣博店的炸猪排，那种外酥内嫩的口感，搭配特制的猪排酱与现磨的芝麻香气，这是一种非常细腻的仪式感。这顿晚餐给了我整天行走后最踏实的慰藉。当你跨过 Walking Street 的入口拱门，空气中瞬间混杂了电音、酒精香气与海风的湿热，是芭提雅呼吸的霓虹，也是无数旅人释放灵魂的极乐世界。走进这里，你不能只是看，你必须感受。两侧林立的夜店正喷发着巨大的能量，强劲的重低音透过地板震动你的脚底，那种音浪直接穿透胸腔，可以看见舞池中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，在高强度的灯光转换下尽情摆动。在这里，没人会在意你的身份，只在乎这一刻你是否够投入。除了震耳欲聋的夜店，这里还有无数充满惊喜的夜场表演。你会看到现场驻唱的灵魂乐手用沙哑的嗓音唱着经典老歌，或是酒吧里那一场场精心设计的表演，舞者们在华丽的服装下展示极致的肢体延展。每一场演出都是精心策划的感官盛宴。有时候你会在路边看到杂耍艺人或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舞蹈，他们像是这条街的灵魂碎片，不经意地出现在转角，却总能带走围观人群的惊呼与掌声。在这条长约1公里的街道上，每一间夜店都有它独特的个性，有的充满美式狂野，有的带有浓厚的泰式热情。你可能会觉得这里很吵杂、很混乱，但这就是芭提雅最真实的脉搏。在这里，所有的规则都被暂时抛到脑后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跟着人群流动，去找那个能让你心跳跟着变快的角落。如果说 Walking Street 是芭提雅的狂野灵魂，那深夜的 Runway Market 就是这座城市最梦幻的游乐场。当你来到这里，第一眼绝对会被那台巨大的飞机装置艺术给震撼到。这是一个结合了市集与乐园的空间，走在里面，感觉就像是在一场奇幻的电影场景里。而最吸引目光的，当然是背景那座缓缓转动的摩天轮。看着它在夜空中画出一道道光影，那种感觉很奇妙。白天我们在真理寺感叹生命的宏大，而现在在这五光十色的摩天轮下，我只想感受这一刻的小确幸，逛逛这里的特色摊位，买点有趣的小物，或是坐在旁边喝杯冷饮。旅行最迷人的地方不在于你打卡了多少景点，而在于你是否能在这忙碌的一天结束前找回那个纯粹的自己。从清晨在真理寺凝视历史与哲学，到深夜在摩天轮下找回纯粹的自己，这一天的芭提雅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万花筒。我们在木造的神话中寻找灵魂的深度，也在霓虹闪烁的街头释放灵魂的热情。旅行的意义或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抵达哪一个目的地，而是为了在这些极致的反差重新认识这个世界，也重新认识自己。而是为了在这些极致的反差中重新认识这个世界，也重新认识自己。
如果你喜欢这趟丰富的芭提雅一日深度游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，并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如果是你，白天的真理寺和晚上的 Walking Street， 哪一个场景最让你心动？我是查理，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